深夜岭上，阴风嗖嗖，万籁俱寂。此处地属陇东，周遭黄沙漫漫，戈壁茫茫，唯有此岭树高林密，因而得名独秀岭。山坡上的农舍中，一名农夫腹痛难忍，不得已而起夜。不想惊扰熟睡的妻子，他蹑手蹑脚，行动格外缓慢，就连掀被子都凭着吸，只用手指轻轻撩起一角。然而，正当他双脚刚刚触地，一阵凄厉的声响猝然撕碎了他极力维持的宁静。笛音。这笛音既不悠扬，也不婉转，如厉鬼哭嚎，此刻出现在这荒郊野岭，更是诡谲非常。这时，一道刺眼的白光倏地亮起，农夫猛一扭头，却见那道光转瞬便让一阵怪物卷走，窗外又重归黑暗。极目眺望，农夫心中不祥之感愈演愈烈。这窗口正对着的是不远处岭头上的瞭望台。农夫拖着步子出了农舍，走过一段山路，赶到岭头之时，已有3-5山民聚集瞭望台下，个个张口结舌，目光呆滞，如同被人夺去了魂。农夫正纳闷着，又循着他们的目光一看，瞬间了然，那驻守瞭望台的修士脑袋正垂在身前木案之上，了无生气，死不瞑目。正当此时，山岭往西另一座瞭望台上，又有一阵刺耳声响划破夜空，又是笛音。同样的凄厉，同样的诡谲，同样的白光和怪物，又一名驻守的修士死在了笛音之下。一夜之间，独秀岭5座瞭望台，5声笛音，5名修士命丧黄泉。然而，只听见笛音，却始终不见那吹笛之人。正因不见，才更让人恐慌。山民顾不得还深更半夜，赶紧收拾行李，仓促出逃。独秀岭虽地处偏远，少有仙家来往，却也不是完全不闻江湖世事。谁都知道，这世上曾出过一位嗜血狂魔，杀人成性，丧心病狂，鬼笛一吹，生生催人命。虽然早在5年前，玄门百家便齐心协力，将那祸害连根拔起，可众人皆知，那魔头本事极大，迟早要再次兴风作浪。待他卷土重来，必将变本加厉，将人间屠成尸山血海。很快就有消息沸沸扬扬地传开，夷陵老祖回来报仇了。翌日，金陵台。百家清谈会之际的兰陵城一向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各族修士门生络绎不绝。不过和往年相比，今年要更加热闹。以往仙门举办清谈会，与之素有不睦的世家往往借故不到，可今年这场却是不能不来的。半年前，兰陵金氏家主独子金如松惨遭奸人所害，金光瑶悲痛未过，又投身瞭望台兴建事宜当中，一忙就是大半年，换作谁都该身心交瘁。可他面对临期将至的清谈会，却毫无推脱之意，依然事必躬亲，尽心尽力。如此精神，着实让人肃然起敬。因而今年前往兰陵的人格外多，就连一向不喜抛头露面的低调名士，都不得不登门出席，以表敬意。窦岩厅上还空空荡荡，殿外辇道上2道白衣身影涉级而上，身长玉立，脚步盈盈，如踏雪地。金光瑶身处宴厅一角，见了来人，正要上前问候，却被身旁一人抢了先。西城哥哥。只见那人手中折扇哗啦一收，手臂热情地挥舞起来。蓝曦臣步履迟了片刻，一向温润如玉的脸庞攀上几分无奈。怀桑，我不是说过，以后正式场合别这么叫，如今你身为家主，还叫得那么亲切，实在有失庄重。聂怀桑摸了摸后脑勺。哦。作为金光瑶的挚友，蓝曦臣比其他人率先到达，是为了与他最终确认下午清谈会的具体事宜。谁知聂怀桑竟比他来得更早。蓝曦臣心下了然，
凝眉对他道：“你从东营回来也有3个月了，怎还成日待在金陵台，打扰你三哥处理公务？”聂怀桑被问得哑口无言，赶紧向金光瑶使眼色。金光瑶笑道：“不打扰，怀桑若是想来，随时都欢迎。”蓝曦臣意味深长地盯了他一眼。想当初聂明觉还在世时，对于鞭策聂怀桑之事，都是他一个人唱红脸，蓝曦臣跟金光瑶在旁边说好话，唱白脸。3年前聂明觉意外身亡，他那不成器的弟弟就落给了蓝曦臣管教，变成了他唱红脸，金光瑶唱白脸。奈何聂怀桑终究烂泥扶不上墙，眼看着清河聂氏江河日下，满脑子还是只想着游山玩水，心思四处飞，就是不放在他执掌的清河。前几个月还大老远跑去东营玩了一趟，回来之后依然不理宗族事务，还赖在金陵台不走了，实在是让蓝曦臣伤透了脑筋。经过蓝曦臣那一叮，金光瑶也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识趣的不说话了。聂怀桑适时地从袖子里掏出一把折扇，双手呈了上去。泽无君，这是我特意从东营为你带回的白玉折扇，做工精美，用材讲究，你一定喜欢。蓝曦臣叹了口气，接过扇子，仔细琢磨了一阵。他再是逼自己唱红脸，还是改不了天生的软心肠，气也气不了多久。此时又温声道：“确实是上品，你也是有心了。”见蓝曦臣又回归了一贯的柔和之色，聂怀桑心中如释重负，哈哈傻笑起来，手中扇子扇得怡然自得，目光冷不防一斜，瞧见了蓝曦臣身旁之人，脸上笑容不由一凝。一样的俊雅面孔，却如3尺冰窟，天寒地冻，冷气凛凛，仿佛要把聂怀桑那几声傻笑都冻结成坚冰。自进入窦岩厅起，蓝忘机便一语不发，目不斜视，对其他几人的寒暄来往也置若未闻。聂怀桑咽了咽口水，不知韩光君要来，多有怠慢。等我回清河，一定挑把上好的素面玉扇给你。蓝忘机淡淡道：“多谢，不必。”确实怪不得聂怀桑怠慢，因为谁也想不到蓝忘机会来。他上次来金陵台参加清谈会，金光瑶甚至都还不是金家家主。众所周知，蓝忘机不喜社交，曾还一度匪夷所思地闭关3年，出关后又四处除祟，极少抛头露面。若不是念及金光瑶过去半年的艰辛不易，想必这回也不会特意登门来访。金光瑶莞尔道：“许久不见韩光君，却没少听闻你的事迹。听说你最近在夔州一带夜猎，救下了一整个村子的人，连兰陵街头的孩童都在讲你的故事，当真是美名传四方啊。”蓝忘机道：“职责所在罢了。”金光瑶赞许地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言，先引蓝氏双璧入席，而后又与蓝曦臣一同筹备午后清谈会。不一会儿，各家修士纷纷到场，窦岩厅高朋满座，觥筹交错，时不时有人来向金光瑶敬酒，或是为金如松之死向他传达哀思，或是祝贺他的第一批瞭望台圆满落成。午宴结束后，窦岩厅众人在家丁的带领下，各自入住客居。到了未时，又集合一同前去赏花。为了这次清谈会盛事，金陵台各处特意栽种了一批新的金星雪蜡，品相更加出色，娇嫩欲滴，雍容华贵。各族门生3、5成群，漫步于花海中，徐徐而行，偶有蜂蝶相伴，妙趣横生。这一片安详和谐，却被一声惊叫骤然打破。闻声，众人停步抬头，屏息凝神，四下搜寻。紧接着就见一名门生步伐趔趄，气喘吁吁地赶到人前，对他们招手。其余修士草草对视了一眼，快步跟上。一时摸不着头脑的众修士跟着走了一截后，很快就发现有异。经过2座别馆，
他们进入金陵台一处偏院，甫一入院，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。再一低头，地上血迹斑驳，却不似自然形成，而是刻意地拼成了一些阴森邪门的暗样。机警敏锐者此刻已然先见出窍，严阵以待。血迹引向的是偏院角落一间狭窄的独房，众修士小心靠近，行到房门几步开外，纷纷站定。之前没拔剑的，如今也拔了出来，6、7剑尖齐齐指向紧闭的房门。